cut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our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 5.1， 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我叫美妍，你好，哈哈，我看过你上次那个节目的片段啊。哎呀，这边其实好多好美的地方。对，你来过吗？我没来过，托你们的福。我今年27岁，然后有3个宝宝，我们也算是有孩子的因素结的婚。那你们想来的，就是你想来的想法和他想来的想法分别都是什么？你们方便说吗？我们2个人都决定来，其实最开始初衷是抱着说，把我们这个沟通的问题给解决。因为我们确实是因为沟通的问题，我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我其实上这个节目，我想可以打开他的心，我可以看真正的他，因为他从来都不说我有什么不好，所以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我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怕会忘记，就是因为我记得你最后是下车了，但是你犹豫了很久，对吗？你是犹豫了什么？因为我们是已经离了1年了，然后来录的《再见爱人》，然后所以我们当天的那个抉择的问题是，这18天的旅行中，你有没有心动过？你如果觉得心动，你选择下车。抱抱，抱抱。你遛我呢？遛傻小子呢？通过那18天的录制，你会有很多的想说的没说的打趣的。呵呵，亲亲爸爸举高高。但是试探的都有，然后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感慨。张赫，谢谢你这10年把我保护的挺好的，你可以让我无忧无虑的在家看书看片子，挺奢侈的。到最后问你到底上车下车的时候，你就会翻涌出很多东西来，有这18天的，也有之前那10年的。那10年的有依然你通过离婚没有完全放得下的，也有那种就在我这是迈不过的这个坎儿，这个UX 都会有，还有自己的一些委屈不甘，它很复杂。那个，你看你们俩，师傅，麻烦停一下，谢谢。他俩这段真的比爱情片、偶像剧都要感人，他这一段。哇！这什么呀？插个瞪着眼睛哭。怎么突然下来了？那种心动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感慨，就觉得我们要缘分一场结束了。第1季真的太好哭了吧？我们要换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新的日子，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更多一份懂得的这个机缘。但是那18天依然是很美好的，对，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俩特别容易吵架，特别因为一些琐事而吵得非常厉害，情绪叠加，然后所以我就才跟他来到了这里。然后前面的一些日子呢，我也得到了一些不让问题升级的一些办法。我们吵架的这个问题暂时有了缓解，但是我自己突然也是有了一些比较对于自己内求的一些认识上的觉醒。以前可能在他那里，我觉得我的配得感特别低。我也确确实实是因为经济在依靠他，然后去到了武汉以后，我说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在那一块嘛，我自己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就是像那种吵架了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大半夜只能往便利店去的那种，会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无援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心理上也会比较依靠他。用之前我那个磁带里面那个老师说的话，就是说我像个乞讨者，我期待你来关注我，期待你来给予我多一点的爱，但我并不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经济上依附于他人，我会觉得不得劲儿，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主动权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很被动。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吗？都会有，有的时候甚至晚上会把自己吓醒。为什么？我会担心我赚不到钱，房租的问题，孩子的学费的问题和每个月的基本的开销。我会觉得，哎呀，我的年龄，因为我那会儿是做演员嘛，我等于重新离婚再出来。干这行有可能不是特别优势的一个年龄段了，重新开始。对，其实还要带着孩子，你不能。但我现在觉得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挺美好的。是吗？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向上走的过程嘛。你的思路会变得清晰，我知道我要该怎么安排好我们家老人和我们家孩子的日子，怎么对我自己先负好责任。那经济一定不是最困住我手脚的其中一个部分，它是我需要去面对的。所以你就决定说我要把我的事业找回来。我没想先找事业，我想先找的是自尊。我想先找的是自尊。如果你都没有自尊，你哪来的自信？你怎么可能找回你的事业？过来人呢，比什么都有用，跟你说。是。你先要自己尊重你自己，你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身心状态，去重新开始出发，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刚才说你在湖北那边都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它是会辐射到方方面面的。仔细听自己的心声，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任何人都不是理由，孩子不是理由，物质不是理由。我想要有放松的，被尊重的，我能强烈的感觉到他很不自信和拘谨。20多岁搞说唱的，应该非常有态度。
他的态度在一点点的，姑娘在婚姻里面的自尊在一点点的放低，这有可能也是他爱另外一半的其中一种爱的表现形式但是我希望他要先自己尊重自己，找回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姐姐说话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的，因为在之前一直以来的关系里，你会觉得退一步也还好，退一步也还好。我以为退到底线这就不会退了，后来发现你自己不去设定那个底线，你就会一直退。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重要，我一定要明确我的这个底线，我要尊重我自己，他才会来尊重我。而且只有自己的内理顺了，你去做外面的事情的时候，你整个人看起来才会是有力量的。我现在有很大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嘉宾都好喜欢他，他是全部人都照顾得很好。但他有另外一面，在家里他会黑着脸，然后他可能就说话的态度对我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想，因为你经历过，是不是真的是在节目里面，可能是另外一个更美好展示出来？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其实当年我们那个18天走新疆，我也看到了我前夫那18天在婚姻中不太一样的一些状态。哎，你会不会晕船？我记得你好像会晕船。我会。你导对我很了解，我会不会晕船？来吧，穿上吧。我得牵着他吧，跑起来不行。你说你就几天了，你万一这个他回头再落了什么病，那你们管吗这事儿？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是氛围的烘托，一方面有可能是人之常情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他是要在面对很多公众的，我要修饰好自己的言行。我不把它单一的定义为是虚伪，有假的地儿。但是它也有真的地儿，所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这些就是我们的心动来动去，你不要取决于对方啊。他爱你，你就爱他；他只说光说不练，你就又觉得哎，算他说都说了，那他也是爱的。然后你自己再跟自己来回打架。到位。反正他就是讲太好了，我感觉他很用心，但确实感觉他是不是脑袋里面缺了一个部分，是不懂怎么去，就是我们说少根弦儿是吗？对，就那天前2天我们还聊的那个情感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跟你8年，又分又合，又分又合，我说我好累，我说你这样你不累吗？然后他很认真的说。我不累，我可以继续的，是这样的，好有斗志。你不觉得？就大家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说怎么了你？他说我不累，我可以继续这样走。那他这样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你爱他的点吗？也可能是他因为很坚持，他的坚持，他很努力去学。但我用了8年去教他，他确实是进步。但我是不是真的还要花另外一个8年、18年、20年去教他怎么爱我？我觉得很累，所以就好矛盾。因为我知道他就是被一个傻瓜爱上，也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是的，多累呀，太累了，还不如做好朋友、好哥们儿呢。兴许做好朋友他还富富有余，你知道吗？对，一针见血。是。对，我觉得你用情也挺深的，8年还好没结婚。哎，好乱！我觉得上完这个节目更乱了。
谈恋爱嘛，就是谁也不是第一次就能明白这里面的。我不觉得你的跳进跳出或者来回撕扯是你有问题，或者是大家都喜欢他，而你不喜欢他，是你有问题。因为日子就是你过的，这个鞋是你要自己穿进去的，到底合不合脚？8年了。像我跟我前夫在一起，我觉得他，其实在大众审美上也是就是很帅气、很舒服，看着就也会有人找这样的老公不挺好的了吗？是不是？然后直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环节是36问，会问一些问题。我说这个分开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好，这个每一日，你有想过要复婚吗？有可能大家都以为是我在试探对方是否想复婚。在我们离婚以后的每一日、每一夜、每一分、每一秒，曾经有没有过闪恋？觉得要不然复了，有吗？其实是当时那个时候的心境下的我，正在录制节目的那18天，我看到他有很多举动和带给我的，也确实是一种真切的温暖。我想问自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在他那儿有一个确认。但是你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什么是假的？如果他真的是真的，他一直跟你说我是100%真心真意、全心全意，我只爱你一个人，我身边没有任何的女人，但你跟他相处你会觉得很累，或者你依然会觉得这种关系有跟没有一样，你是孤单的，你是无助的，你是被忽视的，那这个真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对。你觉得人会改变吗？会啊。但是我这么说了，你不要再套入到你的可爱的男朋友身上，认为我说了他会改变的，他一定会改变。我也看到一些我没有发现过的，就这几天录制的时候，让我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真的有改变？那你就再继续观察，然后等录制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再继续观察，你们到底是要好好的爱在一起复合，还是说这么久了你们要给彼此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我也非常了解自己，我是一个不太容易会放弃的一个人，对情感方面真的很难放弃。但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些人跟我说，你们应该要分开。尤其是安森现在的状态，让我更加难去觉得那个，所以我觉得我更加要听多点的人说，你不要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觉得我是确实，我觉得可以果断一点，就是对情感这方面，这样的话我会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任何人走过的路，别人都无法去复制的。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些感受、感悟、心得跟你去交流，但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日子，
我相信每个人就算再真诚，在18天里他不可能全讲透，因为自己有的时候没捋顺。是的，是的，我很多东西他们问我，我自己都说我没想明白。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教不了谁，只是说有一些善意的声音给到你，你最终还要把它咀嚼完，消化成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因为我首先觉得他的18天我经历过，然后包括他整个的播，就是跟所有的观众们见，然后呢各种的视角，各种的大家的评判，整个这个过程，包括我觉得就是那种云起云落吧，尘埃落定的过程，我们是走过一遭过来的。我觉得任何一对亲密关系人来选择入局来参与录制这个节目，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勇气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嘉宾来，他都是我来了，我跟你们说一说我真正的困境，我的茫然，我的一些特别的恐惧的东西。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光芒，这是这个节目真正的生命力，而不是说这个节目挺像照妖镜的，就是不是说我曾经夫妻一场百日恩这些我都抛在一边，我到这儿来我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有好评就是我有差评。我觉得就是真诚的我们来探讨人生。我很爱这个节目和这个节目组的人，我非常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所有看到的观众能够慢慢的清晰我们当下人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它不是说只是跟亲密关系、两性关系、爱情这么简单。对啊，对，如何在一起，如何我们各自修正很多东西，然后包括如何道别，我也并没有做得很好，我也一直在路上，包括张赫。所以我说你们都是挺勇士的，我也很谢你特坦诚。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它带给我们的是好的成长。好的，那谢谢。好，别客气，就不打扰你别客气，别客气，谢谢，拜拜，再见。辛苦你了。拜拜。好温暖哦。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我在红尘中，黄丝风轻轻摆弄。聊完最大的感受是我好累，真的是情海里翻腾，有点太，有很多各有各的痛苦吧。因为我是再见爱人，但是他们好像不是很斩钉截铁的要再见拜拜，他们好像是再爱我多一些。是的，我像是一个爱情的乞讨者，我期待你来关注我，期待你来给我多一点爱。好乱，我觉得上完这个节目更乱了。然后在第1季的时候，节目里面我们上面有一句话，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位勇士来参加录制《再见爱人》的嘉宾。在我们
漫长的一生里，爱与分别并不相悖。张赫，怎么样？你可以的啊！可以吧？你加油！要他干啥？难看死了！哎呀，哎呦，要吧，不100块钱的事儿吗？是你觉得我不太够优秀，不是，还是觉得我不够了解你？不是，我跟你说，还是觉得我什么不好？我觉得是咱俩彼此的性格不适对错合已。经不重要了，郭哥是这样。我就想知道，因为咱们过了10年，这10年不能浑浑噩噩的嘛。10年时间不短啊。办完手续以后呢，有事儿说事儿，别聊感情，怎么聊？聊什么？聊什么都已经没了，不要聊了。爱你的人始终会跟你在一起，不爱就不爱。谢谢你们剧组所有的人送给我和张赫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的礼物，真的啊，就是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就是去民政局办了证，然后到地库里就说，哎，你慢点开啊，然后他说啊，行，有事联系啊，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谢谢你们那么辛苦，每天大家都那么辛苦，真的。我以为是个撒狗血的节目，现在看还是会哭。哎呀，郭柯宇真的是，他一哭你就想跟着哭。你们在就是痛苦、困顿、迷茫的这个生命阶段，可以回味一下这句话。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郭老师，嗨，威哥，怎么样？怎么样？顺利吗？我会觉得，好消耗啊，好消耗，好痛苦。你要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能量。对。你那边聊的怎么样？也有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感觉。我就告诉他们，家庭不是要去判断谁对谁错，而是要用心。心是什么？就是爱。它不是那么需要逻辑和公式。对。哎，我在想，我跟他们聊，我也给不了什么。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路，他得自己趟过来。别人你给他的都是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一些，没有办法去套用的。我觉得有可能有的时候他自己更知道他们的问题到底真正的核心在哪儿。对呀。到底应该怎么何去何从，怎么把这日子往下进行。好了，今天辛苦了。那就保重身体。好，大家都保重。平安喜乐。好，拜拜。拜拜。又哭了，但是你俩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就在哭，现在人家返场了，你们俩还在哭，一点进步都没有。暴风式哭泣，我们一点进步都没有啊，一点进步都没有。Papi， 你哭过吗？我在家里面爆哭，阿纯也是爆哭。爆哭，又回到了他们的爱冲击我的那个时候。是，郭柯宇好像是催泪弹似的，他好温暖哦，哪怕手机瞟一眼我都会哭的那种。因为你很难同时找到就感受性很好，又知性很好，而且知道自己经验的有限性。他给你启发，不给你攻略方案。对。好了，那我们梳理一下两位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好不好？首先是美颜这边，
郭柯宇给的建议是找自尊，对，找回自尊啊。自尊是什么？自尊就是我有多好多坏，我自己心里清楚，我都不以他的评价为我的标准。他一直在考虑分开这条路。之前的这个美颜就是很显然是非常低自尊的，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对，而且我觉得郭柯宇跟他这个还蛮像的，因为郭柯宇我记得他跟张赫结婚之后，他也是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郭柯宇那段时间好像自我评价就非常的低。郭柯宇后来离婚之后，他重新再进演艺圈，他是有底气说的，他是怎么找回自尊的，他是怎么重新又树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就是这么做的。对，这个其实就是何美颜，你能看见，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他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郭柯宇说，钱不是绑住你的手脚的东西。我不知道何美颜她到底这一段她 get 到了多少。我觉得他真的有所触动，见到了郭柯宇，他就会第一时间讲到，所以这个种子其实已经在他心里面萌发了。我觉得他应该 get 到了，但是不知道他该怎么去做。我自己的一个直觉啊，我觉得有一点虚张声势，他说的这些话。他或许是一个萌芽的东西。他在说那个话的时候，包括他后面对他朋友说的，有一种刻意的传递，说我有成长，我有进步，我有变化，我有看到一条新的路。但是你看，马上就是我的理想婚姻规划书是我要跟梁松下辈子都在一起，所以他在以退为进嘛。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我希望他真的听进去吧。在爱他这件事情上，他一退再退。也许他就是在慢慢失去他的这个自我或者自尊的过程，是吧？是的。我本来不能忍的，你现在我忍了，我只是对你要求你要爱我。他对于自己有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情不自禁的要梁松去爱他，这一点他自己是有怨恨的。对，他要用这个方式来制止自己。是的，是的。但是他做不到，因为自尊，你提高自尊这件事情，它也是要通过术来实现。这时候你就是要从做事情开始。对，他现在对梁松有一种，我叫做生存性的依恋，就是他的价值好像就会来自他的关爱，他的眼光，梁松的肯定。对他对这个依恋太强了。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哪怕不是工作，哪怕是一种爱好，哪怕是去玩，对，哪怕是打麻将，对，其实美颜她应该把所有的情感可以分给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里面，这样的话她也不会那么辛苦。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梁松也不会那么累。对，而且我一直觉得像美颜，她的认知、聪明，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她能够做，都是会很出色的。对，我觉得何美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组成你的这个幸福感，你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这个家庭，就成分非常的丰富，对吧？但是你感觉何美颜其他部分都是缺失的，孤注一掷。对，然后他是想把梁松这一块，比如说梁松你爱情这一块本来应该占25%，他要把这一块给生生达到100%。但是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哪怕是你带小孩。也能分掉点儿，对，也能分掉一点。孩子对你的爱，也是有用的。而且他美化这种孤注一掷，他认为这就是爱，这是爱。这是一个自我说服，对，感觉是这个饼太单一了，都得靠梁松画给他。对。而且梁松很显然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寻求的是那样一个全然的能庇护他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已经失望了，他已经感觉到梁松不是那个人。那其实他们两个这段关系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钥匙是在美颜手上的。他要把他自己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他是不是要在全然的围绕着梁松转，还是他真的可以自己设一个停损点，然后退到那一步？但是梁松如果获得了好的启发，他也可以说：我关爱你，同时鼓励你去做事情。无论赚不赚钱，就是你自己的热爱，这才是真正的爱，不是说跟你说甜言蜜语啊。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看到艾薇给梁松的建议，好不好？梁松恰好他经常把责任推给伴侣。对，这一段梁松对艾薇的这个反应里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听得很凝重，但是你感觉他可能没有太听懂。你看他听倪萍大姨说话，听那个李松月老师说话，他都收到了一些保护性的、支持性的、温暖的信息，然后他很感动。但是在艾薇的一些批评、
一些教导的这种建设性的意见面前，我就感觉他收不到这个信息，他有点抗拒。从哪个点可以看到抗拒啊？他说：“老师，我今天就是有机会坐在这里，我其实就是想听听你是怎么过来的，就是这句话，他其实就是抗拒的。但是最后，艾薇哥其实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在讲，且很有说服力。对，因为前面那几个问题把他问麻了。直到艾薇哥他说他曾经就是把所有的责任就是怪在对方身上，这一句话出来，哎，梁松开始有点接受了。刚才郭老师说人是会变的，但是你发现变多难，因为最抗拒改变的是自己。你有这种线索的时候，你很抗拒他。让他们试着有点距离，对两个人，但不一定离婚这种距离。你先有3个孩子，我们先有创造一种距离。是的，而且当他在考虑可以离开他的这个时候，他就长出了一点力气去寻求一点别的东西。我在咨询室里碰到这种，人们会说我不够自信，我不够勇敢，我要怎么找到这些？我就会说你不自信就不自信的去做。没自尊就没自尊的去做，就是你收到一点反馈，你再来调整，给自己一个修改的基础，不顾一切的先干。像张森老师说，如果美妍去做的时候，他觉得又失败了，他鼓励他一下，支持他一下。你说的特别对，最好在这种过程里面啊，如果梁松不要嘲讽他，最好成熟一点的，好好的去鼓励他，这也是我们特别建议梁松要做的事情。而且不是哄，就是真的支持他。对，不是说哎呀，现在女孩都是需要哄的，反正这种话我听上去觉得哄和哄骗有点像，对吧？因为他妈妈就是说去哄他就好了，这是一种老的方式的。妈妈就是说他就是个孩子，这个孩子一方面当然是宠爱，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弱化。是，最深刻的爱就是支持他成长。对。哎呀，所有的人都好难啊，怪不得郭可宇老师说。情海里翻腾啊，好累呀！威哥有点厉害，他说：“哎，以前我就是觉得啊，那个诗画就是我的类型，完美的不行，各方面都能支持我。追到了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努力的必要了。”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区别，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社会自我的形象嘛。我的理想的自我的社会面向，过日子的时候呢，诗画反而会处理细节，照料细节，家里的事情都让他照顾好，然后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在改善，所以他确实可能有一个社会形象，这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他今天有资格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是让我失望？我觉得他有一点，而且也会使这个安森有这么强的愿望来改变。我觉得李诗画太摇摆了。我觉得他在问郭可宇那一句“你觉得人会改变吗？”他是带着希望去问的。当郭可宇说人会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李诗画是有一点开心的。郭可宇马上说：“你别套到自己身上。”对，但是你别套在你自己身上。是，他是在这个天平上折返跑，他脑子里面感觉有2个小人就在疯狂的对殴。里尔克的一段诗写得特别好，他说：“不要寻找答案，你活在自己的问题中，去探索自己，在未来有一天，答案自己会走到。”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其实 Anson 永远在表达一个事情，就是你相信我。然后诗画是我不信，好了，然后2个人的谈话就停在这儿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信怎么变成我相信？对，但我确实觉得，就是会不会有时候你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得失去这个东西一次，你可能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事情，或者了解你自己是怎么回事。有勇气失去。想问一下刘青老师哈，很多时候尤其是感情，我们都愿意说当局者迷，对，就是2个人相处总是看不清楚。就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啊，2组嘉宾是通过我们的外力，然后我们来看他们，提供更多的观点。那往往我们的观众
他们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让自己的这种感情或者问题能够就是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跟朋友交谈，可信的而且明智的朋友交谈，那最好再找职业的心理咨询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有很多种功能，对吧？我觉得最好的观众是从这里面学习，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是困难的，但是它不是没有路径。比如说，哪怕施华他现在还是个犹豫不决啊，我觉得比一开始来完全没有线索要多一点，特别是有过那几个老师就介入的，对吧？我觉得还是有成长的。好了，这个夜晚我看大家通过这个对谈都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但并没有结束。我们看看还发生了什么，好不好？继续。他要去找他说啥？手拿的什么？那个人是谁呀？哦，好像是老梁哎，是不是啊？他在干啥呀？你在想什么呀？跟你说什么了？说的有点深奥。可以跟我说吗？我进去就跟老哥说，我说我现在的这些想法，对啊，问题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其实也蛮简单。他说你，就是你要去找自己的问题，你要找自己的问题。解题的关键是，其实还是都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我本来想跟你聊聊这个呢。哪个？规划书啊。昨天写完之后，我都没有跟你好好的聊我们两个人。哦。我是想跟他一起聊一聊，看看，如果要维系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肯定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婚姻规划。那我想就是把2份合并成1份。我想规划是这样子的，你想要的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我能做到哪些？就是然后再整理出来一个适用于我们双方的一个婚姻规划书嘛。出发点挺好的。其实就是有一些我们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答案。但是我昨天听完你的那个吧，我就是感受，我就觉得，伴侣在你的整个规划书里，他只是一个需要存在的家人。反正没有正确答案的。可能伴侣在他的婚姻规划里，更多是一个亲人的身份。他理想中的婚姻，他可能没有对应到我的身上。我觉得那个伴侣跟我没有关系，甚至可能是在这个他的回答里面，我没有太感受到2个人的爱的一个憧憬或者是理想规划吧。对啊，一定就是亲人啊，结了婚就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亲人的基础上还是要有爱情的存在。他也没说没有爱情的存在呀。是。那我写的时候，我觉得婚姻规划书嘛，所以我的重点都是放在，就是2个人。你能理解我这个话吗？这么说，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意思啊。你看我这个写的。我理想中选择结婚是因为爱与被爱，而不是因为过日子。你怎么理解爱与被爱这件事情呢？这个本质上面，首先你得爱对方，你对对方表达你的爱，对方接受到了，然后对方也爱你，这样2个人才是一个循环嘛，对不对？一个是我觉得你的概念上，你可能就着重点不在于爱，你的着重点在于过日子上。你看你之前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会跟我亲一下，跟我说早安，最近几天起来你都没有主动来找我。因为你们在女生宿舍，我不好老是过去的。可以敲门的嘛，早上。我需要这样的东西来感受到被爱。尽管我觉得那些你可能看来你觉得是很肤浅的，不是很肤浅的，就是有的时候像我就
你觉得你是做不到？对，蛮难做到这个点的。为什么呢？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思路。我也经常跟你说，只是说达不到你的可能这个频率和频次的，对。因为我比较习惯了这种不用每天把它挂在嘴上，或者是一定要用什么东西行动去表达，这是一个。哎呀，不是，我是说就是做点什么，它就是一种表达。嗯。可能我现在又。这怎么整？这太丢脸了！我做这种事情，我就是真的会很难受，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我完全不是这种人，你知道吗？你就是不会想要跟我亲亲，不是不会想跟你亲亲，我就莫名其妙的，你说，哎呀，我真的很难受。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说白了，我没有办法，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不是我就是比如说你想我的，哎，小偷来，I can't， 我就想两口子，咱们真实的故事，你也知道我啥人，你应该了解我的。那你了解我的需求呀？好无力啊！是撇除节目，咱们两个人私下的时间也很多，对不对？但其实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你这些表达也依然是很少。如果像你说，你只是希望我开心，那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我会开心的，不是吗？我想要的就是那种肤浅的东西，满足一下我这种幼稚的想法，给我一些日常的表达。但是他明明知道，他又说他做不到。他到底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说大老爷们儿的这样做别扭。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做到，因为他其实并不难。那他也挺诚实的呀，也挺真实的。可能我在我那个时候的理解是，只要你开心，就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而不是说我去做什么东西让你开心。对，我去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伴侣肯定会有想说两个人一起做什么，对不对？来，我来看看我理想的一天，我开心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早上起来我们互相说早安，一起吃早饭。白天忙碌的时候投入都可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打断不？可以啊。你看，我每天比你都要平均早起3个小时以上，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吃早饭，要不然就是我晚一点起床，我不可能晚一点，我不可能再晚了，这个要不然生活不健康了。我可能接下来我会更早起床，以后可能就每天早上9点钟我就起床了。但是你起来的时候，可以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抱一抱我，亲一下，说宝宝我起来了。我有做到呀。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睡觉。确实，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大多数时候是什么反应？我就接着睡，没有反应，是吗？你是没有反应的。我们来讲下一个。白天各自忙碌的时候，我们会投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空闲时能保持联系分享。你看我有没有做到这个点呢？小豆豆，我落地了，在取行李啊。哇，小豆豆到 KFC 啦，买个水喝。小豆豆，我们到暹罗广场的按摩店了。1, 2, 3。你现在有好多了，好多了，一条条对耶。我觉得你的分享欲还是，你不太想跟我分享。保持联系的话，就是你感觉你像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在报备。但是你不能迫使一个人自愿。对。当成任务跟真的想去跟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这个内心的根本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你能理解吗？那你怎么区分我到底是真的还是本质呢？就是你想分享的话，你生活就会有很多。哎，看这个东西真的太有意思了。哇，小豆，我们住在这个大草原里，你看这有羊就有牛，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分享。又有跟你分享，你看我说那天我叫你躺在草上，跟我一块躺一躺，看一看，你就会一直想那个是个虫子。有的时候我分享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对吧？你也没办法enjoy的那个里面。不是，不对啊，这不是分享。如果你说你躺下来，你觉得那样很好，然后你想我也躺下来，也跟你一起享受，这叫要求，这不是分享。怎么会呢？
这一刻我好同情梁松哦。我没有要求呀，对不对？但是你刚刚的表达是，你觉得哦，那我可能好看，那不咱不抠这个字儿的话，我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分享。那如果我不在你旁边呢？我也会给你发短视频，我说哇，这好糗，躺在那里了，真爽。对，我就是希望能做到这样子。在我看来，我这种东西我做得很好，其实，就是我可能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生活中我遭受到的这种遭受哇，有扣字眼，这种批判。我什么时候批判你了？是我就跳下去了，游泳池。有个有。我只是在讲我的感受而已。你说这种批判是哪种批判？就是被说的太多了，我有点儿。我说你什么了呢？你会觉得我刚才提的这些都是在批判你吗？你看，其实就是抠字儿。我在提问，我只是在说出我自己的感觉。大哥，我听不懂你说的批判是什么，所以我现在提问。我刚刚说的这些是你提的批判吗？先不抠字儿吧，咱们先不抠字儿。就别抠字儿，我是在提问。好，我就是你平时指出我的问题，好吗？和对我的不满意，对吧？这可以吧？不满意是有的，有点太密集了，不依不饶。很多时候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很没有就不招人喜欢的小孩儿，你懂那个感觉吗？来了。我感觉我啥也做不好，我做啥都错，我做啥你都不满意，我没有得到过什么正向反馈，你懂我意思吗？我经常夸你不是吗？我天天你夸我都是老公你好帅，老公你太帅了，老公。我说你这个做的好，我也经常夸你，但你记不得，你知道你记性不好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每次你就说我的点，不是因为你很多时候说我的点，不是因为我在表达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什么事儿没做到，大象是我只要一讲话，你就觉得我这个话没讲对。早上我问你帽子在哪儿，你说你问我帽子在哪儿。哎，小豆，你那边有没有我有一包帽子啊？你的帽子怎么会在我这儿呢？啊，我只是问一下而已，我要应激。我没有应激啊。啊，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真的不尊重我。就是一个幽默的调侃啊。好，我不抠这个对错，好吧？我也没有说这个，我只是单纯的说我的感受，那你不舒服的理由是因为你觉得我在说你，我主观表达出来的东西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总是会把我往不好了想。他说我总在骂他，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只是在说一个话，我没有在骂他，他觉得我在骂他。你的帽子怎么会在我这呢？这叫骂他，这叫指责他。应激的可能是梁松吧。我就说真的，他可能对于，可能是我的幽默感真的太不幽默，就是他会对你的一些小小的有趣的调侃，或者是吐槽这种东西，他无法理解。可能真的是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足够的恐怖，足够的坏，足够的阴险。足够的没有闪光点才能这样想我吧，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总是会把我往不好了想，然后你不好了想，你觉得哎呀说我了，所以你才有不好的感受。然后最后你表达这个不好的感受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想？我的感受其实就是好奇怪。好突然，完了，要崩了。好，这个也不重要，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好吧？不，你不要这样想，它都是我的问题。我直接给你一个思路吧。好，这个跟老师跟你说的，让你从自己身上发掘，坦诚的面对自己，发掘自己身上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老师的这个答案应该是，你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不愿意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真的会认为头巾的造型比我重要吗？你真的会这么坚持这个吗？你当下一定就是自私的。那就是自私啊！对啊，承认啊。他没有不承认呢。我的建议就是，
以后不要这么自私。对，认识自己的过于自我和坦诚面对自己也是会犯错的。刚刚老问你一个问题，我就说，你说你初衷就是希望我开心，我怎么样都好。其实换个方法说，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给我找麻烦。对，那你爱我吗？你觉得爱一个人是这样的吗？我们现在都进化不到那个维度，当然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不，我觉得就是其实你，哎，你看我们是不是不吵？吵这时候是特别好的，你承认吗？我承认啊，对不对？那你看看，如果不吵吵，那是不是就特别好了？那只要不吵吵就行了呀。不吵吵不懂，我们可以不说，但不代表现在的感受不存在。说实话，投机那一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像这样小小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常常会觉得，你不爱我，你只是想让我不要再逼逼，你想我快乐，你想我本身就是个快乐的人，你不想要我接受我所有的不好，你只希望我好的，然后你来享受我的好，我的不好你就希望走远点。我不觉得这是爱。粉丝们就是爱，为什么会说粉丝是爱？因为粉丝就是会看到你这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他们每个人出发点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你的点不一样，但他一定是被你所吸引的。所以我就觉得爱一个人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我爱，但我的爱就在这儿了，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也好，这就是我还能怎么爱呢？疯掉了，他疯掉了。我爱我的家人，这就是爱。你说你是一个异性，你吸引我，你是身上有什么闪光点，有什么特别大的才华也好，没有了，胡说八道了，真。你每天那么，我没有，不可能有的。一个人怎么我有受虐倾向吗？你的爱被消磨殆尽了。你天天这么说我好爱你，我干嘛？我没那个需求呀。我又不是 M，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因为这个东西年龄在差距在那里，你的认知差距在那个地方，你看中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没毛病。那我是吧？你老师也说了，人家给你生3个娃，人家又从外地来，哎，你让着点，对吧？我妈也说了，你年纪这么大，你让着点，让着点儿。我让了，我能让的。他真的疯了，累疯了，真的哦。我知道我有问题，我不会表达爱。爱到底是什么？在我这个年纪，对我来说，可能是我把家里面的这些后盾弄好，先得是这件事情。我们都因为这点经济问题都有点焦头烂额了。你每天要求我跟你去，我在，所以你就是你的注意力必须要集中在经济上。我接受你这段时间，你可能重心都在，经济上。这个压力很大呀，因为小豆，你知道我们家已经断粮了，你知道吗？哦，这个蛮严重的。但是你不能投入工作，你就无视身边人的感受。你现在是无视我的感受，你明白吗？那我跟你在一起干嘛呢？我是希望让我们彼此都成就对方，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才是婚姻的重点。你怎么成就我成为更好的人呢？就是如果你不想成为我希望你成为那个样子，或者是你觉得更好的人，根本就不是我想。不，你要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但是成为我想成为的更好的样子。对，你想成为的更好的样子是什么呢？对，这好问题啊。不，然后呢？你怎么做呢？这跟我到底想成为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可以另外找个时间回答你，但是现在一讲我们就走远了。他也很会逃避问题啊。他比他聪明。我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人，是积极，是阳光，是努力的找到工作，这不是找到工作，是找到目标，然后并且为之而奋斗，不管是健康还是经济，这个是我认为的成为更好的人的标准。但是你的标准，对，所以我说了，
到底怎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普世标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如果说这个是你的目标，你做什么？我至少我给你提供钱了，我给你提供钱，给你提供时间，让你不用看孩子，你可以去自由啊。我怎么不用看孩子呢？那而且那个也不是你提供的呀。看孩子这方面，那不是老爸老妈帮忙吗？而且我自己也没工作。是梁松把这个当成是自己提供的。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是咱们就领了这个婚，然后互相抱着祝福的心态，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互不打扰，是吗？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互相帮助啊。对啊，我刚刚就是问你帮助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带你去锻炼了，督促你去写歌了，所以你也不愿意接受我的督促，督促你早起啊，督促你做穿衣服啊，你都拒绝了。因为你没有问过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你看穿衣服，问你了，你也没说呀。要求你明白没有？不是，我是不希望你着凉啊。我不是要求你啊，他到底要什么呢？我不想你挨冻啊。他要他爱他。对。后来我就不要求了，你老说我，你说我，你不愿意吗？你不愿意那就不愿意呗。这个是不是希望你开心就好呢？你说你不想去锻炼呢，你不想去锻炼，那我是不是你开心就好呢？但是你会对外抱怨说我不给你听，但你说是说你开心就好。我没有对外抱怨呢，我从来不跟别人抱，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会提呀？是因为咱们唠嗑唠到上面了，我天天说，哎，小豆不给我听歌，小豆不给我听歌，我这不嘚儿吗？我有没有？我是什么一点事儿做没有吗？那所以你帮助我的方式是什么？祝福我。所以说我不知道，我给你的帮助，我能够给你的善意的爱的提醒，你都拒绝，你都不喜欢。因为那些是你想要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你暖和，我希望你健康，我希望你吃饱，我希望你按时睡觉，我希望你晚上不要吃宵夜，这都是我觉得我对你的期望，你都不喜欢，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希望你自己去找到你能够让你自己开心的方式和健康的方式。给别人帮助和爱是要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你想要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都应该要有的样子，这才是积极向上嘛。但是后来我也能接受了，我觉得你就打游戏，就喝奶茶，你开心就好。你不能把你的想法，你说我没有强加在你身上呀，我都是说这些是普世标准，你觉得这是普世的基础标准？我没加在你身上，我后来没有让你去做这些，你该喝，你一天喝8杯我都不管你了嘛，对不对？你想睡到几点我也不会去催你啊。就一直把自己的想法狂套到别人身上，套不上就算了，那就不套了。你有没有想过用别人想要的方式去爱别人呢？什么嘛？什么方式嘛？哎呦！那个是我觉得你开心就好，你想喝你就喝，你想吃你就吃，你想不起你就不起，你想刷手机想玩游戏你就玩，你想干嘛你就干嘛，你想出去你就出去，你想花钱你就花。我对你没有要求，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己去把控，但是你不要来要求我去做些我办不到的事情。我没那么多的爱，我只想要家庭和睦、和谐，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去努力。老妈每天去照顾宝宝，去做好那些家务，去给我们做好饭吃。老妈的努力，我给家里面人去赚钱，我努力的把我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有一个精气神儿，让家里的经济有个保障，这是我的努力。你的努力在哪里？你的努力在我不够爱你，那我怎么办呢？你努力在什么呢 ？Come on man， 我要的不多的，不搞我就行。好累，所以我就觉得他不爱我啊。他所谓的爱更多是责任感，是成为了家庭成员，他觉得他需要照顾这些孩子们。我作为他的另一半，他需要照顾我的感受，我的所有东西对他来说好像都不重要。我觉得他对我没有爱情，我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累赘，甚至像是一个情感累赘。经济上又不赚钱，哎，又成一个经济累赘。我会觉得他的表达让我觉得我非常的多余。他自己不爱自己。他希望我，不开心也好，开心也好，你自己开心的去吧。我祝福你，我希望你开心哈。他就希望我不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我觉得我是有付出，我有真正的在这个里面投入我的时间精力，在他嘴里我就是什么都没做。会觉得我何止是没被看见，我简直就像个透明人一样。先找到自己再说。是啊。说白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小豆，你身上没有我实话实说，我不欣赏你。这种话也是不该说出口。
真是上头了，上头了。我真的我找不到地方欣赏你，小豆。很伤人的。我知道，我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眼里一点优点都没有，这像话吗？所以我才会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因为我在你身上我看的都是你爱我，你就会看到好的地方，而不是盯着人不好的地方。你问问姐姐，姐姐都能说出我身上有点优点的，你却一点说不出来。所以我就说你根本就不爱我。所以你提到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贬低我。我没有贬低你，小豆，我你坐下来吧，好吧？不想说了，你刚刚这个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句话是闯了大祸了。我不欣赏你这件事情，不该说我只是希望你能成长一点啊，希望你能变好一点啊。你只是你都说了，我没有任何的优秀，我也想变好，我也会成长，但是你只是在把你的东西套在我的身上，你只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把你的东西套在全世界所有人的身上，你不在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你只在乎自己。话赶话又把话说绝了。嘴巴比脑子快，嘴巴比脑子快了，说的对。大家不是都在沟通吗？我又说实话，说实话又就激人，那你在那儿一直就抓着我一顿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吧？你抓着我说了那么半天实话，我说一句实话你就崩了。你不能莫名其妙平地生爱呀！你天天他妈像那儿子一样，我怎么爱吗？哎呀，24小时美团买药，没一件事是对的。要送点镇静剂来，真的是疯了，疯了。干什么都不行。你潇洒了 ，OK， 很好，至少不会追着我顶，很好。All right，all good。真的，为什么要把对方逼成这样？逼得太紧。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缺爱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要求也不会高到哪里去的。我之所以会跟他要，肯定是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你真的没有发现美的眼睛。我在你身边这么久，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像你说的那样子一文不值那样子的差劲，你却连我一点闪光点和欣赏点都发现不了。你的眼睛完全被你自己的世界蒙蔽住了。我渴望被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爱我，我会去告诉你方法。我期待着，我等待着，希望那一刻能到来。看到我与别人的不同，珍惜我的美好的人，他能这样做，他一定是会爱我的呀。又哭了。我去哪儿凭空捏出来的这个感觉？你每天你就这么对我，我怎么能爱你啊？我什么怎么爱嘛？这是情绪里面的话，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一提出我的主观感受，大家说，哎呦你不该这么说，你这么说没对，我得把你真的当成太上皇，我这捧着你，照回来就是我在忙我自己的事。小梁子，你给我来的指甲刀，小梁子，哎呀，我这受伤，小梁子，我的天 ，24 hours man，minutes by minutes， 被逼了。但凡有一点怠慢，劈头盖脸就来了，你就不爱我，你以我为开心，我等没有，算了，我真的过不了就是大家分开。我相信等我有一天真的我能够强大到再把他们给接回来的时候。那是我该做的事情。此刻确实是无助的。
一般，这样才一般而已，还好啊。The ink bleeds on the page. Another day is done. 雷暴。 Turning a new age, but I'm the only one who feels the silence grow. A canyon deep and wide. The words I'll never show. 他害怕，他不想听到这个吗？因为我过敏那个，我不想摩擦它。我背嘞，因为这里是甜的。小心啊，攀路。 Surrounded by the gloom of a love about to break. Is anybody listening to my soul's quiet plea? Trapped inside these pages. Are you still you? Am I still me? This diary hears my secrets. 哦，又是一个我。还打了个问号。我今天真的是，因为他今天的那一些表达，让我觉得我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已经不爱我，没有爱了。他肯定又要跟我辩论，你觉得爱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我没有办法跟他那么细的去辩，但是我只能说，我感受到的你所做出来这些东西，它的出发点一定不是爱。如果确定了没有爱，我是不接受这样子的婚姻的。那你爱他吗？就是我不确定是要离婚，也不确定是不是不要离婚，而是在是和不要中间你的一个问号。其实离不离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要证明我自己先，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不要纠缠着爱和不爱这个点。38岁爱和不爱这个点不重要，对你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不重要。哎呦，哎呀，哦，我想说天哪！胡老师在说好可怕，好可怕，真的好吓人啊！真的好吓人啊！哎，好吓人。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我们是能够感觉到梁松确实是有点遭不住了。开始那个进入啊，那么循循善诱、温柔的一点点的，我觉得他们是搅在一起了。其实美妍的那个状态是，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太过依赖，它只要做错一点点，就对它是生存性的、存在性的摧毁。要肯定的一点，他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吧？如果说出现问题了，我们首先要有沟通，但是这个画风的走向就慢慢的就走偏了。但是美妍回避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不要你认为什么样是更好的我，我要我认为。梁松问他了呀，他就把这个回避掉了。什么是更好的自我？你要以我能接受的方式爱我，对吧？你不能说你那个就叫爱了。但是反过来，你对别人要求爱你的方式，为什么不能尊重他能够愿意爱你的方式呢？那到了何美妍也没说出他到底希望要什么样的方式。对呀，我觉得这点最难的是，我觉得何美妍自己没有标准答案。何美妍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上面，每一个事情上面都有一个答案。最大的问题，这种画面我们其实曾经有看过的，有似曾相识的。他不给答案的原因是叫做你永远找不到答案，答案的决定权在于我。我给你的答案了，我就再也找不到下一次跟你这样羁绊的这种可能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梁松为什么今天他会有包括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恐怖感？原因是因为他能够说一件事情做到是不难的。难是难在哪里？难是难在美妍会不断的加码，
就是你今天做到这个了 ，OK， 明天我再上点难度，后天我再上，像健身教练一样，给你旁边一直在跟你上杠铃的，让你越举越重。有的时候不是难度，有的是频度，直到压垮你为止。这个逻辑一直可以下去的。美妍是我其实蛮为她悲哀去同情的，她是有一点自我价值的危机，而且孤注一掷的投在她身上，她只要一点做错，她就处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危机当中。然后越缺越要那种高强度那种 demanding 那种要求索取，他既要一个真的答案，又要一个自己喜欢的答案，但这两个是要不了的。但是我又要求了，对，要求完了就没有自愿了。我要强迫你自愿的爱我，这件事他怎么做得到在逻辑上？这是个双重束缚。他其实就是要你时时刻刻 focus 在我身上，因为这样我才有安全感。他不断的是用要求时时刻刻 test 你是不是爱我，他用不爱我先来做前提假设，然后让你来证明你爱我，所以这样他才会有安全感。而且他越要求，他是一个这样的逻辑，他越要求越觉得你哪怕做到了也不是自愿的，还是没有爱。那以他对梁松的了解，难道他不知道就是梁松会怎么说，会怎么想吗？他是不是自己有一种受虐体质啊？我觉得何美妍有些时候是，她故意，我不是说她主动的故意啊，是说她潜意识里面想把他们的问题越来越激化，她不自觉的她就要去激怒梁松，然后最后来印证她的观点，是你不爱我。他是控制不住，但也为他难过。我也同意梁松对美妍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美妍确实是在一个慢性的不健康的状态里面。美妍她可能需要一个很好的容器，但是梁松肯定不是这个容器，达不到这个。他对美妍的这个症状都非常的不耐受了，因为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应激。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美妍要的答案，几乎是他追问出来的这个答案。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答案，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刻真的是就撞开了，把这个裂缝撞得更大了。我觉得梁松说的比他对美妍的爱比他承认的要多。在这个时刻，他特别抵触的是那个要求，对爱的无微不至的要求。如果给他一点喘息，他反而会，我就是美妍，只要你不对他要求，他说不定哪天会给你开开心心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节奏差一拍差半拍，这需要有个第三方的介入，能够调节一下就好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个最初的那个情感瞬间，那个给他印象至深，那个是对他以前原生家庭什么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疗愈，一个止痛。那个时刻给凝固下来了，那是那个标准。我就觉得美妍她企图让梁松承担他这个人生的迷茫，他就要证明你承认你不爱我，于是我的迷茫也有了答案。所以这一刻，他为什么非要就是这样去逼问他，让自己也很痛，然后让梁松又崩溃的这样的一种逼问法，就是他的迷茫，他的痛回来了。不，他最后我觉得他说如果没有这样婚姻我就不要。我觉得一个前面的痛苦他是还寄予希望的不确定，现在有一个确定的痛，比不确定的迷茫，说不定对他来说更好。其实他自己也没有那么爱自己，所以他看不到别人爱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表达，对，和爱的表现。他就这丢一个球，你看你不爱我吧。丢一个球，你看你不爱我吧？一定要回答他，就是对我爱你，我爱你，要一直要这样说。对，他要那个。当你说爱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幻觉的时候，我根本不能确定。但是你那个才是真的，我要把这个试出来。或者说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麻烦和累赘，于是我要通过你的认可来知道我不是。但是他也不认可了，那我就要你明说。还是说他其实原来那个码头？他就是没有得到太多的爱，然后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码头，他其实他不愿意在那边漂泊。那在这个码头上面，他可能是他想要的更多。他其实重要的自己要航行，要起航，而不是停在哪个码头里。
我觉得他们俩这一段对话，它前半段其实是有不少松动的，它有成功的部分，它这个一点点的进步。因为何美妍手里拿的这份东西，她是带着非常清晰的目的来找梁松聊的，而且一开始就问你的老师给了你什么建议，我的老师让我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哎，太好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这里面是有一丁点的变化的，你不要觉得一切回到了原位，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是发生过的。别忘了那一点点的利好。我有时候看到他们，觉得很像两个自私的小孩。他们是不是真的绕过了他们家的一个大象？就是他们有没有真的讨论过？因为你想医好一个伤口，你首先都没办法看这个伤口，你怎么去？对呀，你怎么去缝这个针嘛？所以你一直所有的东西都在盖着这个东西，我们绕开它走。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美颜它就是好像现在的他已经像一个那个溺水者，就是已经找不到这个就是正确的呼救的方式了。我真的是很尝试想去理解何美妍，因为我年轻的时候20出头那几年，其实跟她状态很像。我要是有我老公写了这么一份东西，我绝对要找他彻夜长聊，咱们聊明白，咱们拉齐一下互相的这个期望，对吧？然后你确实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工作，然后那会儿身体也不好，然后全都靠我老公养，你的自尊就会很低，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你就是不爱我。然后那会儿就像嘉哥说的，你是不是有一种溺水者的心态？你把它当成一个救生圈，对，在拼命的去抓住。然后后来慢慢，我就开始自己强迫自己去干一点事情，接一点兼职啊，跟朋友去做点什么呀，然后考研啊，然后你一站起来发现水到你膝盖，你根本就不会淹死，小马过河，你只需要站起来试一下，你发现水很浅，瞎扑腾，对，不安全感都是自己给折腾出来的，对啊。美妍在这个关系里面一直在一个生存挣扎的状态，她看不到梁松也需要帮助，对，她也在高度的应激，她只觉得这一切就是因为你不爱我，她可能根本没有想过梁松也可能在挣扎的里面，所以她里边有她的委屈，但是我就希望最后她能够航行，自己出海，真的好好的爱自己，对，这个比较重要，对，我想最后给他们提供一个翻译器，就是你们互相听对方的话的时候，你试着把它听成一个请求，而不是责备和命令。对。如果要改变这段关系的话，那大家觉得美妍、梁松谁是更有力量的那个人，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个掌舵的这个旗子是在美妍手里的，他可以决定怎么做，他不要一直去要求梁松用他爱的方式来爱他。我觉得要是在梁松手里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然后要是在美妍手里解决长久的问题。因为当下的问题是叫做梁松，就是我可以现在就是爱你哄你，然后一下两下，我1天2天1个星期我可以。那如果美妍自己问题不解决，到总有一天她会累，那个城堡会崩溃。所以只有美妍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对他们两个我都很有信心，他们有变化，虽然非常的微小，虽然让人很焦虑，但是大家别着急，日子要一马一夫的过，它真的是要时间的，然后他们希望他们和我们还有观众们都能理解真实的关系里面既有爱又有不爱，因为真实就是复杂的。我同意张松老师分析，然后他们俩关系是复杂的，而且他们的记忆也是复杂的。现在这一刻他们在困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吧。这2个人，他现在最好的方式是有一种间距。他们的心理距离现在已经产生了，因为他们俩都在考虑分手了。这是个好消息，我觉得。不一定要用离婚的方式。我是相信分开，第一，美妍会浴火重生；第二，他们会重新复苏他们其实有的那些爱。现在被耗尽了，都会。其实爱就是一个就是永恒的话题，一直很复杂，也让我们就是沉浸其中，对吧？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再次谢谢前2季的嘉宾，那我们也祝艾薇老师就是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享受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呢，郭柯宇在再见爱人之后重新接到很多的工作。他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人，也许不只是何美妍，有很多何美妍，他们也要通过这个节目找到自己，
找到自尊，找回自信，看到榜样，重新起航。对，好的，再见容易，再见很难。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龙潭虎穴吧，挑战自我的那种节目啊。走呀，哇，智胜老师，Hello， 哦，怎么样？这几天愉快吗？来了。这2天大家过得不愉快吗？可爱了。你有信心思华姐会和你和好吗？啊！天哪，没有信心。人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你不能说这个出口就是姐了。你欣赏美颜吗？哦，这个问题你先离我远点，到时候别给我剪。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峰哥，我今天必须难为你一下，多少是实话，多少是情绪。你是个人吗？说这种话，你好过分啊！很多人会把伴侣的需求当成对自己的指责，说难听话就。这个话太难听了，以后尽量不要说。炸了！就赖你，就赖你，你非得问，可显着你识字了。不行就离。他们俩太厉害了，生掰啊！欢迎大家来到沙漠绿洲晚会。平时 battle 里你也是会说狠话。哇！2位终于要实现观众的梦想，要动手了。你眼里都是嫌弃，语言暴力在延续，求你高抬贵手，把我都这把年纪。太过软弱，情绪才会被你拿捏。老男人的招数确实多，目不暇接。他俩平时过得那么带劲呢，我可以一直看这个。我願意付費乜嘢都冇變過，個面口又冇變過，你仍然咁靚，你望住個陸少嘅時候 ，I miss you，I love you， 好感人哦。你可以回来吗 ？I miss you。哎呀，这里都是你，无时无刻都在想你。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不记得了？嗯。这条是这都行。Why？ 怎么会有这样的？推翻以前所有我们讲的，完了。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爱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爱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